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最热门的5档台湾的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的评比以及推荐。那我们先来看联准会的最新消息。好，首先联准会的官员总共有12位官员是具有利率投票权的。那今天的话呢，我要跟大家分享3位官员在最近这一个礼拜的讲话。那这3位官员的话呢，我把它标出来。那这3位官员当中有2位是属于比较鹰派的官员，那有1位的话呢是属于比较鸽派的官员。那其中1位比较鹰派的官员他是没有利率投票权的。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一位。那这一位的话呢，他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那他名字叫做拉斐尔·博斯蒂克，那他是具有利率投票权的。那他在10月19号的时候呢，有发表一个讲话，他表示说呢，我们必须将通膨拉回到 2% 的目标。我不希望我们因为紧缩政策维持的时间不够长，导致通膨停滞不前。所以呢，我会耐心等待。这句话呢，其实就意味着博斯蒂克呢，他是支持维持较高的利率的水平，以确保通货膨胀呢可以持续的下降，并回到目标的范围。而且呢，他又提到说呢，目前的基准利率呢，仍然远高于既不刺激经济也不抑制经济的一个水平。那我预估呢，中性利率大概是落在 3% 到 3.5% 之间。他的这一段话就表示说呢，他认为现在的利率政策呢，仍然具有紧缩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基准利率是 4.75% 到 5% 之间，那他认为中性利率呢是在 3% 到 3.5% 之间，所以呢，现在的基准利率呢，依旧是具有紧缩性。而且呢，是有助于去压制通膨的。那博斯蒂克呢又继续说呢，只要通膨持续下降，而且呢劳动力市场呢保持着强劲呢，那我预计呢利率将会持续的调低。那博斯蒂克呢这段话就表示说呢，他对经济还有就业市场呢依旧是保持着蛮乐观的一个态度。他认为呢未来仍然有可能呢会逐步的去降低利率，只要通膨持续下降，就业市场保持稳定，他就认为呢可以持续的降低利率。那总体而言呢，博斯蒂克他的论点就是在通膨回到目标之前呢，不应该要急于的去降低利率，也就是降息他觉得说呢，现在应该要维持那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就算要降息的话呢，也是缓慢的降息就好了，不宜大幅的降息。这样的话呢，就会破坏美国现在的经济还有物价的稳定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位官员。这位官员的话呢，他是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他叫做佛杰里斯密德。那这位行长的话呢，他是联准会的委员，但是呢，他是没有投票权的。好，在今年是没有投票权的。那他在10月19号的时候呢，就发表了讲话。他说呢，虽然我支持降低政策的紧缩性，但是呢，我偏好是避免过大幅度的动作，特别是在对政策的最终目的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降息的幅度不应过大，避免造成金融市场的波动。那斯密德其实他这段话就是表示，他担心过大的降息幅度呢，可能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系统性的风险。所以呢，他的态度也是支持温和的调整利率。那斯密德还表示说呢，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可能的事实，那就是基准利率可能会长期高于疫情前的水准。那他所说的疫情前的水准到底是多高呢？那疫情前呢，美国的基准利率它大概是来到 2.5% 左右，也就是说这位官员他认为就算要降息，也只会降息到 2.5% 左右，并不会降息到 0%， 就是我们那个疫情发生的当下这么低的一个利率那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看法呢，他表示说呢，我的解读是我们正在看到正常化，而不是显著的恶化。那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指美国的失业率，虽然美国失业率呢最近这2个月是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其实在今年以来美国的失业率是持续的上升。他认为这个持续上升的这个状况呢叫做正常化，也就是说呢，它是从一个比较过于经济活跃的状况呢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状况。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正常化的状况，并不是属于一种恶化的状况。恶化的状况就是指现在经济呢是正常的，然后呢经济要开始步入衰退，这个就叫做恶化。那他认为现在美国的经济呢就是属于正常化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位官员他的态度也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呢他认为现在的政策利率呢应该要缓慢的调降，不过于大幅的一个调整。而且他认为未来降息的时候呢，应该
该还会让基准利率维持在 2.5% 以上。好，这是这位官员他的看法。那最后一位官员呢，他是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那他叫做玛丽戴利，他是具有利率投票权的。那他在10月22号的时候呢，有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表示说呢，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的信息表明我们不会继续降低利率。这对于一个已经走在 2% 通膨路径上的经济体来说，现在的利率真的是一个非常紧缩的利率。我不希望看到劳动力市场再进一步的走弱。那玛丽戴利的这一段话就是表示，当前的利率水平对于经济，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呢，其实过于的紧缩。他认为如果不再继续降息的话呢，劳动力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对，他认为现在劳动力市场是正常的，如果呢你不要大幅的降息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恶化了。所以呢，他跟上一位官员他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他认为现在的经济的状况就是正常的，不能再继续恶化。而且我们从之前的美国的经济数据当中有发现到，美国的失业率在最近这2个月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而且呢，在更之前的这些经济数据都有经过一些调整，调整之后的数据都比当初公布的数值还要优异。这也使得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联准会在11月份的时候呢，应该也只会降息 0.25%。但是呢，玛丽戴利他也表示，尽管过去2个月美国的失业率是下降的，而且那些经济数据调整之后呢，还更加的优异。就算有这2种状况，玛丽戴利他还是强烈的支持之后要一次降息 0.5%。他就是一个比较鸽派的一个官员哦。所以我们看到这3位官员，你可以发现到联准会的官员当中呢，有鸽派的，也有鹰派的，大家的看法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未来依旧会持续的降息，只是呢降息的幅度会不一样。好，那联准会官员讲完这些话之后呢，我们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对现在联准会的利率的预期。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在2024年11月7号的时候呢，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联准会还会再降息 0.25%， 利率会来到 4.5% 到 4.75%。那在2024年12月18号的时候呢，认为还会再降息 0.25%， 让利率来到 4.25% 到 4.5%。那这个几率呢是高达了 60% 以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台湾的投资等级公司债券 ETF 的 Top 5 的评比以及推荐。那这 Top 5 5档 ETF 呢，我是根据他们的受益人数的多寡来进行排名的。那我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你可以发现到这5档 ETF 分别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ETF， 以及元大的 00720B， 还有中信的 00948B， 以及国泰的 00725B， 还有大华的 00959B。那这5档 ETF 当中呢，有2档 ETF 是今年才挂牌上市的，那分别是 00948B 的中信优息投资级债 ETF， 以及 00959B 的大华投资级美债 ETF。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那股价的话呢，除了 00720B 跟 00725B 这2档比较老的 ETF 是属于30多块钱之外，其他的 ETF 呢都是属于10多块钱都可以买得到咯。那资产规模的话呢，最高的就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ETF， 它是来到了2299亿台币。那第2名的话呢，则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1500亿台币。那受益人数最多的依旧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321761人。那第2名的话呢，则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12万人。那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 00948B 的中信优息投资级债 ETF， 那它挂牌到现在为止呢，不到5个月的时间，但是它的受益人数已经超过了国泰的投资级公司债 ETF 哦。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的话，这5档 ETF 都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保管银行我放在下面这一边，大家可以参考。那在2023年的内扣费用，只有2档 ETF 有2023年整年度的内扣费用，分别是 00720B 跟 00725B。那这2档 ETF 呢，最低内扣费用的就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在2023年的内扣费用是 0.38%。那接下来是存续期间，那存续期间这几档 ETF 基本上都是落在12年到13年之间的存续期间。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最高的是 00959B 的大华头等债 ETF， 那这档 ETF 的话呢，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6.7%。那第2名的则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ETF， 它则是来到了 5.8%。那除息月份的话，总共有3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好，那这3档 ETF 分别是 00937B、00948B 跟 00959B。
它们都是属于月配息的。那这3档 ETF 呢，也是比较新型的 ETF。其实啊，从2024年以来，所有挂牌上市的债券 ETF 全部都是属于月配息的债券 ETF。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月配息债券 ETF 的评比的话呢，可以看我上面这一影片。好，那另外2档比较老的 ETF 呢，则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 分别是在1月、4月、7月还有10月份会进行除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累积4季的殖利率表现。这个累积4季的殖利率表现呢，它是包含10月份的一个配息。那最高的是属于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那它的累积4季殖利率是来到了 6.8%。那 00937B 的话呢，它只有 4.6%， 那是因为它只有配息9次。那 00948B 它则是 1.6%， 它则是配息3次。那 00959B 的大华投等美债 ETF 它是 0.5%， 那它是配息1次。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填息天数。那填息天数最优异的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填息天数基本上就是在个位数的天数就可以完成了。不过呢，它最近这一次的除息是还没有填息完成的。好，那近1年的绩效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25B 的国泰投資級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5.9%。那第2名的则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则是来到了 5.2%。好，那关于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并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也不错的话，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自己下载咯。好，那这边 Kevin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状况，那就是我收到非常多粉丝的私讯，他跟我讲说，为什么已经降息1个月了？从9月19号联总会开始降息，到现在已经超过1个月的时间了。为什么我买的美债或者是债券，它们的价格都是下跌的？我们来举例这2档 ETF， 这2档 ETF 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跟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他们从9月19号到我拍片的当下10月22号，他们的股价都是属于下跌的状况。不是有人跟我们讲说联准会降息的话呢，美债 ETF 它的价格会上涨吗？为什么已经降息超过1个月了，现在的价格却下跌了 7% 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降息预期已经提前反映了，这是一个投资债券的一个风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在2024年8月19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是降息前的1个月。那我们来看那时候的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那时候呢美债殖利率是 3.86%，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是 3.86%。但是呢来到了2024年的9月19号，就是联准会降息的那一天，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已经降低到了 3.73%， 那其他的长天期的美债的殖利率呢，也是都出现了一个下降的状况，像是2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也下降了将近 0.5%。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在联准会真的开始降息之前，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早就已经提前反应完毕了。那联准会降息之后呢，这些债券的价格的波动呢，就是开始预期未来联准会降息的幅度。那我们来看10月21号，你可以看到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竟然上涨了。也就是说呢，明明9月19号联准会的基准利率下降了 0.5%， 直到了我们现在为止，美债的殖利率竟然上涨了。而且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上涨了将近 0.4%， 因为市场上已经开始预期联准会呢只会小幅降息，并不会像是他们之前预期的大幅降息，这就使得之前美债上涨的幅度呢就开始回吐，然后呢使得美债的殖利率呢逐渐的上升。那其实这个美债价格提前反应的风险，我在之前的这一部影片讲到债券的5大风险就已经有提到了。这是我在9月14号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影片，那内容就有提到这一个状况。美国央行真的要开始降息的时候呢，我们再进场就好啦，这样最安全啦。其实呢有这种想法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此时债市的价格可能已经提前反应完毕了，这可能导致呢未来降息不如预期的时候呢，价格不增反减哦。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状况啊，就真正的发生了。明明降息，但是呢，债券的价格呢，竟然开始下跌了。好，那如果你还想了解债券的其他4大风险的话呢，我将这部影片的连结放在上面这一边，你可以自己填去观看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点个赞再走。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哎呀，那段话到底要讲什么？每次都忘记那段话。这边。